世界上有些地方，在到达的一刻，你已经开始为终将到来的离别而伤感叹息。Bora Bora 就是这样特别的一个地方。早上来瑜伽台躺平，舒展一下僵硬的肩背与四肢，随着海风的韵律呼吸，让身心灵一同做一次修行。本来十分抗拒被我硬拉来的便当君，1小时过后也承认，这种感觉太好了。简单的吃过早餐，走到海边来发发呆，让温柔的海浪拂过脚趾。突然很能理解昨天的向导 Fabienne 当初为什么选择留在这离家万里的小岛上了。现在他的大女儿已经在大溪地上大学，20几年来他只回过法国1次，笑说因为那里法国人太多了。波利尼西亚文化中，人们在任何稍有仪式感的场合都会佩戴花冠。作为临时岛民的我们，也来学习如何制作。然而，当别人都做完走掉以后，某便当君还在雕琢着他的花冠，旁边的奶奶都觉得纳闷儿。原来，便当君做了一个巨无霸花冠，老师说这是属于丛林之王的皇冠。带着花冠，感觉我们距离成为岛民又近了一点儿。不仅配饰，我的肤色也越来越接近岛民。我曾经觉得白又瘦最美，现在却觉得健康和有力量感才最重要。酒店里有更加平静的西湖海沟，而且免费提供需要浮潜的工具。无论水性如何，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随时下水，感觉好自由。跟随一群半米长的大型尖翅燕鱼游了一阵儿，他们也不介意。珊瑚是海洋生物的庇护所，因此酒店也找了珊瑚保护组织在此养殖珊瑚，不仅可以保护海洋的生态，还非常好看。午餐的餐厅主要提供海鲜，爱上了马希马希的便当君又来尝试鱼肉汉堡，竟然一点都不柴。能量加满，我们踏上立式桨板，稍有点浪，我立刻怂怂地降低核心，改成跪立划桨。深知自己在旅行中完全没有自律能力，绝对不会去运动，唯有通过做各种活动来增加运动量。划完桨板，在水中一仰头躺下，随波逐流的感觉真好。回到小屋，在自家的避风港泡一泡，聊聊旅行中的心得，看云卷云舒，斜阳落日。换了菜单，有现场音乐的加持，中午的餐厅在夜色中摇身一变，成了烧烤主题餐厅。晚上，附近的猫猫狗狗也来这儿凑热闹。我偷偷把吃剩的羊排扔给小狗，被服务员温柔地教育了一番。岛屿的夜空星河璀璨，我也是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流星，可惜我的镜头无法捕捉下来。人生中有些风景，只能亲眼去观看，用心去铭记。晚安喽。
又是美丽的一天，今天又要如何躺平呢？在海边的树荫下读读闲书，在浅水处踏踏浪，100%的松弛感。除了美景，酒店每天也有不同活动，让大家体验当地的文化。大溪地版本的尤克里里和夏威夷版本不同，音箱在乐器的背面，看别人轻吟浅唱，惬意得很，而我则弹棉花般的弹到手指抽筋儿。大溪地群岛的大多数本地居民从小就开始弹尤克里里，多少都能弹几首曲子。聚会、迎宾，哪里都有音乐的陪伴。大溪地还曾经创下4000人同时演奏尤克里里的世界纪录。椰子树是太平洋群岛最重要的作物，除了椰果，人们还用树干来建房子，树皮做衣服，树叶则编制成篮子、饰物或者石器。我们来学习如何编织树叶。便当君为什么学得这么快？后来他告诉我，原来他小时候经常编手链。上午教尤克里里的老师 Sam， 下午来教编织。我笑说 You know everything。 他说 I know my culture。 拎着新鲜出炉的手袋到海边，钻进水里浮潜一阵。此时我们已经不把自己当外人，每天要跟邻居们 say hi， 看看今天能碰到谁。在养殖珊瑚的棚子底下，发现了一条龙头拿破仑鱼。回到水上来划皮划艇，今天云淡风轻，海水也格外晶莹剔透。果然，每天就算在同一片海活动，也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。活动量爆表，回到海滩来躺平。今天的日落小岛要举办一个波利尼西亚传统的婚礼仪式，而我们幸运地成为前排嘉宾，有幸观察到整个仪式。回到房间休息了一阵儿，出发去码头看星星，听一个小哥讲述他的祖先是如何迁徙到这里的。早在欧洲殖民者到来的几千年前，起源于亚洲的南岛人在没有任何仪器的情况下，凭观察日月星象，感受海水的暗流和对海风无比高超的驾驭能力，乘最原始的独木舟一路迁徙，在太平洋上各个群岛定居繁衍，东至复活节岛，西至马达加斯加，南至新西兰，甚至还有猜测说曾经到达美洲。这个文明几乎没有文字记载，除了图画，航海经验全靠代代相传。因为每个迁徙之间时间较短，这些岛屿有相似的语言和文化特征，比如浴室、陶器、建筑风格、记载人生大事的纹身。了解了这些，电影《莫安娜》中很多细节突然有了更深的意义。去年在格林威治天文台看到了很多成就了大航海时代的仪器，实在无法想象，在没有任何仪器的情况下，南岛人是怎么一代代的在太平洋上迁徙、探索、远航。这是我们在波拉波拉的最后一夜，酒店贴心地送上祝我们一路平安的甜点。我发出了一阵不想走的哀嚎，小姑娘安慰我说：“别伤心，你会回来的。”在最后一天的清晨，等待日出。
从来没想到我会在一个海岛上的一间酒店待够5天，仍然觉得意犹未尽。太平洋上的明珠并非浪得虚名。感恩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，如此接近天堂。感谢过去5天被如此温柔的对待，火眼金睛的船长法比安，深沉的文化大使 Sam， 爱笑的服务员小姑娘，热情友善的前台，沙滩酒吧的墨镜大叔，带我们关心讲故事的小哥，在岛上的每1分钟都是100%开心的体验。某作家说，我们去旅行，最初是为了忘记自我，但最终还是为了找回自我。这次旅行用掉了2管防晒霜，爱上了一座岛，也让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拓宽了一点点。希望很快有缘再次相见。